大家好，我是博正。那今天呢，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跟这个小满节气有关的一些内容。小满呢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了。其实很多这种节气的名称啊，是反映的一种状态，有的呢就是直接反映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生长状态。那比如说小满，它反映的就是这个谷物啊，就是麦子这一类的谷物的这种生长过程当中的一种情况来命名的。那比如说在这个月令72候集节当中啊，有这么一句叫做4月中小满者，物至于此，小得盈满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的这种麦子一类的这种谷作物啊，这个就开始灌浆了，那颗粒呢也开始慢慢的饱满起来，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一种状态，所以叫做小满。小满有哪些习俗呢？小满就是祭祀这个佛祖。那谁是佛祖呢？佛祖就是这个皇帝的妻子，少昊的母亲。因为相传呢，是他开创了这个养蚕缫丝的这个技术，使人们呢，有了纺织啊，有了衣服。那因为是在这个小满期间呢，这个春蚕呢已经开始结茧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茧呢，通过这个缫丝车把它制成这个丝，从而呢纺织成衣物啊，供人们穿。后世呢就尊崇他的这个功德嘛，就把他这个奉为了这个蚕神。那在小满这一天祭祀这个祖呢，也叫做这个启蚕节。另外有一个说法呀，说的是在小满这一天呢，也要祭祀这个车神。那谁是车神？车神就是这个轩辕皇帝啊，轩辕皇帝嘛。为什么叫轩辕？轩辕其实是指的这个车的上面的部件，其实就是这个横的木头啊，叫做轩，那竖的这个木头呢叫做辕。所以其实这个车呢，其实是指的所有这种轮动装置的一个总称。那这里说的这个车呢，其实是指的这个缫丝车，它其实就是一种纺织工具嘛，把那个茧呢弄成这个丝，然后呢纺织成衣物嘛。其实从这些传说和习俗来看呢，也反映了我国传统的这种男耕女织的这种社会分工，所以有这个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啊，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这个说法。同时在小满还有一个说法，说的是小满动3车啊，哪3车？有刚才说的这个缫丝车啊，以及有这个榨油车和这个踏水车。其实它就是反映的这个农家呀一片繁忙的景象。最后分享一下和小满对应的72候花信封。小满1候是芍药，小满2候是炼树，小满3候是杜鹃。以上呢就是我关于小满节气知道的一点点的内容。那如果你知道其他的和小满相关的内容呢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个赞。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